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强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看到川普对于伊朗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因为现在伊朗的局势越来越升高了。我们先来看看川普突然发了一篇文，他说现在你伊朗任何的官员会面计划我通通取消啊，而且救兵已经在路上了 ，Helper is on its way 援助在路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要派兵过去吗？会有地面部队吗？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大家要知道今天伊朗处决他说啦，传说啦，说会处决可能就是一个带头者示威者。才26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传出来之后呢，川普就警告伊朗说，如果你敢吊死他，你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他会强烈的回应。可是军事介入到底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是出兵？是空袭还是斩首呢？现在大家其实不知道。不过我们来看看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昨天发布了安全警报，今天再度提出措辞更为强烈的公告，建议所有的美国公民立刻离开伊朗而且呢还建议说你用陆路注意陆路前往土耳其或者是亚美尼亚。那空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行动会出现呢？那现在伊朗当然这个局势非常的危急，他们的实际领袖哈米尼也是他们精神领袖，他用俄语说了一段话这个有深意，因为他用俄罗斯的这个官方语言讲话，他说美国犯错了美国犯错了，他说这个美国对伊朗的立场判断错误伊朗政府跟俄罗斯是站在同一个阵线，所以有人就解读说，他可能在希望俄罗斯来帮我讨救兵。那另外呢，到底伊朗在这一波的示威行动中有多少人丧生？这个数字外界很难掌握，必须讲。因为断网啦，还有里头因为太乱了呀，有很多的讯息其实我们并不了解，可是各种的报道都有我们来看看，有人讲1.2万人死亡这个数字是比较高的一个数字，可是我们其实并不确定，因为有人说几百人，也有人说几千人。这是来自于伊朗国际电视台的报道，说这个血腥镇压至少有1.2万人被杀害，而且他们形容这个是该国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杀戮。那伊朗的国防部长说，如果有人敢侵犯我的国家，我会用更强的力度来回应。那我们看到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他说川普是伊朗人民的主要杀人犯。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最倒霉最惨的大概就是人民，因为他付出了血的代价。而这个断网这件事情呢，也是这个让我们的讯息很难掌握的主因川普联手马斯克说要恢复星链免费连线要突破这个军规封锁希望能够透过星链的力量，然后让里头更多的画面可以传出来。而美军打不打现在呢有分歧。因为其实美国内部即使是军方，可能也有不一样的表态所以美国通知将打德黑兰这件事情呢，阿拉伯国家也齐以为不可。据说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劝川普说：“你先不要，你先驻守，要不然局势可能会更乱。”而另外，我们看到白宫的秘书李维特他是发言人嘛，他就说现在除了总统川普自己，没有人知道他会做什么，全世界包括他在内，只能继续等待和猜测。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现在川普是这个帝国嘛，帝王嘛所以他下一步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他的决定又会对世界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像是这个上一次的行动闪电攻击这个委内瑞拉，把人家的总统给带走这件事情其实都还在发酵。所以呢，他的军力某种程度有部分还在加勒比海。所以美国的政府官员就讲说，如果要进行很重大的军事的行动，他可能在调动上面有一些局限。所以呢，要是美国真的贸然动手，德黑兰可能会有强力报复那美军现在只能靠库存有限的拦截弹来防御对方强大的火箭弹还有飞弹的反击所以他们可能也在不停的想
不停的计划，可是迟迟还没有动手，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另外，中国大陆当然它是作为一个国际大国，它也是洞见观瞻。在伊朗这一局，中国大陆到底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官媒公众号牛弹琴就说，伊朗现在正处于生死的关头哦。的确，40年来它的政权最危急的时刻，美国有可能会空袭啊。有可能会斩首啊，可是不管怎么样，最终像是在利比亚一样，会彻底颠覆伊朗的政权。而另外呢，美国又祭出了一项说，你谁跟伊朗做贸易，我就用这个25%的关税来制裁你。中国大陆有啊，中国大陆就说我们坚定的维护我们的权利。如果你真的敢对中国加征25%的关税，这位学者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兴博说，中国会进行反击，而川普会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势。来请教老师。川普在昨天也秘密的会见了这个巴勒维的末代的皇储啊，因为他一直想要回到伊朗啊，重新去统治伊朗，所以他也跟他会面了。这个然后在昨天一早他的今天一早的推文啊，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伊朗的人民你们要顶住，要撑住啊，不要退却。我们美国人的援助已经在路上了啊，然后你们应该要坚守你们的阵地，然后接管他们的机构，这个就是政变的意思。也就是说，对于川普的这个推文，等于是告诉目前在街上示威抗议的这些这个伊朗的民众。你们起来革命吧，你们来推翻这个政权，你们掌握这个政权，我们美国人马上给你做后盾就进来。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讲话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等于是坐实了这个伊朗的当权者，他们本身指控这些示威抗议者并不是自发性的，他们是背后有组织、有运作，然后他们是要推翻政权、要革命，而这些人他的背后的。就是美国，那川普这样的一个做法，就等于是证实了我美国就是一个主导者，我在扶持这个巴勒维的国王要回去重新统治这个伊斯兰国，所以伊斯兰国要从共和国变成专制的这个国王统治的国家。但问题就在于，在伊斯兰内有多少人民希望巴勒维总统回来？没有几位，人数不多。为什么？因为巴勒维在当时为什么会被推翻、会被推倒，然后他们会跑走？在1979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巴勒维的统治集团跟美国的油商他们勾结、他们合作，所以构成了他们本身都是特权阶级、利益的那个石油利益的获利者。60%到80%的伊斯兰就是伊朗的民众，他们是比较贫穷的，所以才给这些教师政权。他们有一个土壤去推翻他们，那你看这种情况跟发生在古巴跟发生在委内瑞拉都一样，也就是当时都是统治阶级跟美国的石油商的挂钩，普遍的人民都是贫穷落后，所以才有查韦斯的革命，也才有古巴卡斯楚的革命，也才有这个伊朗的革命。好，那现在伊朗的人民并没有要这个巴勒维回来，虽然有少数人拿出标语说这个巴勒维回来，但是它不代表多数。这我们从各方面的民调跟各方面的调查证实了，伊朗人没有要巴勒维回来统治。好，那我们现在在问呢，现在既然川普已经吹响了推翻这个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号角，那我们在问的是，那你川普，你地面部队投不投入？如果你地面部队不投入，基本上来说，你就没有办法推翻这个政权。你可以把这个国家打乱，可以把这个国家打烂，可以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就像利比亚，利比亚到现在还在内战呢，永远解决不了啊，因为它就已经是7大家族或是7大族群不断的在交战中，所以到今天为止，利比亚被美国、英国、法国打烂之后，到现在为止，利比亚还在不停的内战中。那伊朗也很有可能会陷入不停的内战，例如说库尔德族群就有几千万人，是，还有这个靠近巴基斯坦的皮鲁兹省跟阿富汗那边塔利班的，那也有几百万人。那你想想看，还有内部的不同的族群，还有逊尼派的，还有什叶派的，那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交战中，伊朗就会陷入内战，伊朗会陷入长期的混乱。一个
160多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土地，在全世界排名第18位，8800万人，在全世界排名第17位的这个大国，它陷入无止境的内战，它对于周边的国家带来的伤害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沙地阿拉伯告诉这个川普说，因为他已经明确的告诉川普不要随便动手，因为你这一动手，后果不堪设想。为什么？可能也包括你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很有可能会有重大的伤亡。你到时候你怎么跟你的人民做交代？那也就是不再是象征性的，大家要面子的这种，好像就是我已经报复了，但是没有打死一个人的那一种演戏一样的那种设计是完全不同的了。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川普坦白说他的选项并不多，但是他要搞烂伊朗绝对有能力，可是他要取代伊朗的政权，我个人认为他没有这个本事。彬哥怎么看这个川普下一步可能会怎么做？这个其实就好像白宫发言人讲的一样，现在没有人知道他要做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以目前的局势研判的话，他紧急通知要把美国民众全部招离开伊朗。我觉得最主要原因还不是说美军立刻就要攻打，而是因为伊朗内部动乱太厉害，你人民待在那边本来就很危险，因为可能会出现反美仇美的现象，搞不好就直接看到你是美国人就把他干掉。实际上委内瑞拉到现在都还在搜捕美国人，对啊，所以这个对他们的国民当然有立即性的危险。实际上也不只是对美国人啊，我看所有非伊朗人在那边现在恐怕都会有危险，因为你很难想象在这种激烈冲突的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尽量离开伊朗会比较好。那可是，如果说要采取军事行动的话，虽然目前有一批美军的机舰确实调往中东地区，可是没有航空母舰。那没有航空母舰的话，它能够进行的空中打击的力量就相对没那么强。它可能必须要从欧洲那边调美国驻军来打。那你欧洲那边第一个很麻烦，你还要空中加油这些东西才能过来。第二个，你能够进行什么样的打击，恐怕很难做到像委内瑞拉一样。就是斩首行动，直接把哈米尼抓了，恐怕不太可能进行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只是这样的空袭的话，你去年6月就已经空袭过了，那现在空袭对伊朗来说能够造成什么更严重的伤害，促使哈米尼倒台，恐怕不见得。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在玩一种心理战术，就是我们在路上了，你们赶快去反哈米尼，反正你们反下去不要怕，我会做你们的后盾。可是这其实就是一种煽动，然后让民众自己去反。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一局可能是想要看伊朗自己内部乱掉，而不是由美国直接介入。因为美国介入，他要取胜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而且派地面部队也不切实际。所以他希望是你自己乱了之后，他再以这个万能救世主的这种形态进入伊朗去平乱。我觉得他可能打的主意是这样的，但是这就考验哈米尼到底对伊朗的控制能力有多少。他现在用俄语讲话，很明显他是在跟普丁求援。可是问题是普丁能够帮他多少？普丁自己也深陷俄乌战争的泥淖当中，他能够空出手来恐怕很有限。那中国大陆这边呢？虽然美国扬言要制裁，我不觉得他真的会去制裁，因为这样一制裁就等于打回这个之前贸易谈判之前的结果。这个对美国来讲毫无意义可言了。那可是问题是中国能够帮助伊朗的恐怕也非常有限。来，请教官。所以你知道上个礼拜3，我在这边也是你主持的时候，我说这礼拜要动手哈。对。但是我今天要讲，美国战机已经失去了战机了。战机不是飞机那个机，对，就是那个是作战的时机时机。因为那时候我研判是美军如果说那时候717运输机大批的过去。带了这个对地的攻击的这种直升机还有它3小舟部队，那它应该采取突袭的方式这个突袭方式，那大概主要战略目标就只取2个目标，一个是哈米尼斩首作战，另外一个对于它的核武设施来实施打击破坏或攻击以后就赶快就抽腿就走。但是现在为什么我说战机已失，就是川普自己讲的那句话
他说我们在路上，这代表什么？就是说你还没完成作战准备。如果说你要大举进攻的话，你根本就还没有完成作战准备，你现在还在半路上面，这时候怎么可能动手呢？这是川普自己讲的话。第二个，大家现在看到，当然伊朗很乱。上个礼拜我们讨论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因为这个镇压，大概只有那时候传出说是新闻报道说只有40几个人死亡大概有2000多人被捕。但是今天突然说是大量的这种震爆死亡，但是当然伊朗做这种措施确实是违反人权，也违反人道，也不民主。可是关键在于，如果说是他采取这么大量的制裁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将这个暴动就利用这机会就直接用很强势的手段压下去？当然短期之内可能民众来讲不见得会服气，不见得会心服，可能仇恨埋在每个人心中。可是初期来讲的话，可能你这时候要反抗，我觉得是不是已经被压下去？这是第二个我认为的。第三个，我认为你要担心的是伊朗的报复现在伊朗自己本身有2支部队，一支是总统所掌握的他们的国民军，一支就是他们这个哈梅内伊最高领袖自己所掌握的这个革命卫队。当然你不要小看革命卫队，听这个队好像不怎么样，但是它事实上是陆海空三军包括导弹部队，真的是战力最强的是它的革命卫队，战力最强。那现在前一阵子传说伊朗存储了制造大量的导弹，以及它的导弹这个技术大批的精进如果这时候伊朗给你来一个鱼死网破，我跟你讲，以色列这时候要提心吊胆，因为以色列国土纵深没有什么国土纵深嘛，而且它上次来讲，它对于导弹的拦截率已经很明显降低。那美国现在有没有大批的所谓爱国者或萨德系统？以色列自己的剑2导弹，还有这个大卫投石，是不是数量足够？如果这时候伊朗给你来个鱼死网破利用大量的导弹对以色列来实施饱和攻击，我觉得以色列不见得承受得住。另外，国际关系来看的话，包括到中国大陆，因为伊朗很重要的是，伊朗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石油的来源那你动中国其他东西没关系，如果动到它的能源的，等于动到它的生命线，那中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那另外来讲，对俄罗斯来讲，它俄罗斯俄乌战争里面俄罗斯有很多的无人机都是伊朗提供给他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包括国际关系，中俄2国可能已经出面干涉了然后再包括中东国家大概也提出反对的意见。那美军自己还没有完成所有作战的战备集运的动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如果说当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采取快速这个突袭闪电式的攻击，那现在我认为你要大举的部队这个投入作战，你又没有完成战备集运。所以我觉得，就美军来讲，可能战机已逝那你还要现在变成全世界都知道，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奇袭的效果了。所以我认为说，美军这个时候可能已经丧失了作战的机会那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可能只能借着外交的手段看可不可以将这场伊朗来讲或者借他内部里面的动乱来颠覆他的政权，这可能性比较大。但是美军要动手的机会，我觉得已经大大的降低了。是。除了伊朗之外呢，川普更想拿下来的地方叫做格陵兰我们知道他已经喊话超久了，那最近他又发了一篇图那你可以看到他在白宫，然后看着一个地图。那个地图就是格陵兰所以川普俯视格陵兰这一张 P 图在网络上面很多人在传阅，也有很多人在酸他说你干脆去抢好了，戴着一个黑色的面罩，你是匪公你不是白宫，你根本就是匪徒。我们看到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他已经讲了呀，他说我不想要成为你美国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成为你的一部分？所以如果现在立刻必须马上在丹麦跟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格陵兰必将选择继续留在丹麦，这是尼尔森他讲的。可是呢，川普直接吐槽他，直接呛他说：“你哪位？”他已经讲了他是格陵兰总理，他问他说：“你哪位？”他说：“我根本不知道尼尔森是谁，你哪位呀？”但是此番立场恐怕会对尼尔森造成严重的问题。什么严重的问题？我就要问了，难不成你也要去斩首他吗？你看不爽就要去斩首人家吗？我们看到美国的2党议员即将访问丹麦，讲的可能也就是因为川普不断的威胁人家的土地引发了紧张局势，可能要去做一些缓和跟说明。而他为什么一定要
格陵兰这个地方呢，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地方哦，外界说有非常重大、有非常大批的很稀有的稀土氧化物储量高达47亿吨。所以呢，这个如果你拥有这样的稀有的物质呢，你可能在未来的这个科技战中就会赢得先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川普正透过国防生产法，将当初美国给企业的5000万美元拨款为股权让这家公司，因为它已经在那边有一个所谓的开采的计划嘛让它获得这个股份。那一心一意，他就是为了资源，他就是为了利益而来。有学者就直接讲，用很轻蔑的语言说，其实这个人他就是做房地产的啊，你不用把他想得太伟大啊。他看到土地他就想掠夺，他看到资源他就想拿回家。这是康奈尔大学的历史学家希尔比，他说川普就是个做房地产的，在我看来，硬是要把那么大片的土地拿到手里的想法，似乎是他独有的主要动力，史上最大的土地，因为太大了，我想要拿回来。川普还有他的特性是，他喜欢选弱的人。丹麦在他眼中是弱国，没有办法反击呀，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这个恃强来这个凌弱最好的写照。欧盟就示警了，如果你川普一旦选择动武的话，那就是北约的末日，因为格陵兰它是属于丹麦嘛，那它也是在北约，它也是北约的一员呢。你北约自己打自己，那不就是北约的末日吗？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白俄边境最近出现的一些军事集结的一些行动欧洲的军力激增引发警觉，所以你看到白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说，欧洲各国正在发展部署和装备我们正目睹前所未有的军事集结。那这个区域是不是看起来更紧张了呢？委内瑞拉的事情还没完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国内还在动荡。那川普念兹在兹的石油，现在他禁止这些油船出去所以你看到美国说这是影子船队他不断的拦截，所以呢很难中国大陆的一些原油的船像是这些油轮被迫掉头返航。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天出发要到中国大陆去了预料中国将会增加进口加拿大的石油所以这个地方有问题，我就改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来源。我们看到总理卡尼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呢，他已经登基了他要求为加拿大求一条活路，恐怕是这个兔死狐悲他可能看到说，这个美国入侵委内瑞拉，那川普也经常威胁说要把加拿大把它攫取当做第51州。所以可能他也要去求这个另外一个强国，就是中国大陆可能希望他能够支援他。而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表面上，我们看到是务实要建设性这个中加关系。那当然，未来我们也会给大家 update， 看看他们两个这个所谓的国事会议两国的领导人谈些什么。来，格陵兰高度自治没有错，但是属于丹麦，这也是欧洲所普遍承认的事实。在过去，美国的历届的总统也都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格陵兰高度自治，但是由这个丹麦是他的宗主国，他的管辖。现在川普不认账了，说丹麦不拥有格陵兰，格陵兰不属于丹麦。那这个欧洲人就觉得我没办法接受因为这个丹麦这个拥有这个格陵兰呢，它是历史上就属于格陵兰的一部分呢，它是高度的自治而已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问题就在于，当川普说不是他就是一个丹麦是非法拥有的，那他的国会议员有些人想要讨川普喜欢，想通过一些法案。那如果共和党的更多的人，他们觉得，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个法案，把这个格陵兰变成说它不是属于丹麦的，那因此丹麦就非法的拥有了格陵兰，那这就是非法的占有。那美国要主持正义，美国就要去把格陵兰拿回来这就是这个川普跟他的团队目前正在想的一个办法之一。当然也可以用军队抢，也可以用 CIA 去做暴动，也可以用收买的方式，也可以用外交谈判施加压力，最后把格陵兰逼的把它拿回来，也可以在里面去策动他们独立。现在格陵兰也有一部分人在开始有声音要独立运动了。好，所以有支持维持现状的，也有支持要独立的，也有维持统一的。这个好像我们越来越敏感也有维持说我们还是属于丹麦的，要支持统一的。你看各种主张都来了，但是我们来看看美国川普总统到最后会怎么搞，因为他开始做人生的
胁迫了。对这个总督啊，丹麦的这个总督已经开始做人身安全的胁迫了。就是你算哪位啊？不只是这样，你当心啊！那你看看这个马杜罗的下场啊！你要不你挑衅我，你来跳一个舞给我看啊！你跳一个舞，我当天我马上就把你逮走，送到我们的纽约来审判，我们的法官就会判你啊，把你判入监。你试看看，你来跳啊，你来跳啊，像马杜罗这样跳啊！啊，我觉得匹夫之勇，搞得在美国，在整个欧洲。我女儿昨天才跟我通电话，她在法国，她说现在美国人在对自己的信念都动摇了，不只是欧洲人都在骂美国人，现在连美国人都对自己的国家动摇了，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强盗国家，而且他已经被全世界界定他们就是一个强盗国家，因为没有人看得下他就这样把马杜罗抓了，可是我们台湾很安静哦，这很特别啊。就像被抓了，台湾保持安静啊。好，那我们来看看现在的一个情况会怎么发展。您刚刚提到了白俄罗斯，白俄罗斯这个有2种解释啊，一种就是说他故意把白俄罗斯跟欧洲的状况把它紧张化，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个正当性，因为俄罗斯现在已经把增速导弹送到白俄罗斯了，而这个增速导弹里面可以装核弹头，那么普丁也直接明白讲了，我的核弹已经往前延伸到白俄罗斯了。那他往前延伸到白俄罗斯，理论上讲已经违反了核不扩散原则。可是当他把他的导弹送到白俄罗斯的时候，意思也就是他随时对欧洲的国家可以使用中短程的核打击，这个对欧洲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那他现在的方法就是说，北约的军事力量往我白俄罗斯边界靠近。我感觉到受到威胁了，所以我的这个核导弹也已经开始竖起来了。那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等于是俄罗斯已经在威胁恐吓，说乌克兰的问题你们介入太深，那你怎么知道我不会从白俄罗斯这边再开一个口，对你波罗的海或是芬兰或是其他的国家再来一个动手？我觉得整个欧洲的局势是越来越乱。好，这么乱的情形下，加拿大做了一个明确的选择，不再100%依赖美国，他选择平衡了。我觉得选择平衡就让自己有外交空间。是，来彬哥。其实我觉得川普这么急着要去动格陵兰岛军，本身是蛮奇怪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他什么都没做，他第一任的时候都不要讲的话，格陵兰现在搞不好已经独立。因为格陵兰其实他们很多人是一直想要脱离丹麦独立，那你等格陵兰独立之后，你再跑去跟格陵兰签约就好了。就签个把他们那边割几块地出来，签个像澳门当年那个919年永久租借的这个合约，然后你就可以甚至要求格陵兰说，比如说你要跟其他国家签约的时候，要先征得美国的同意之类的啊，用这种方式就不用侵略人家的土地，但是实质上等于是你在控制格陵兰，这样对他不是比较好吗？因为没有必要去硬要搞这样，现在搞的难看是在哪里？格陵兰也许才5万多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反抗，也许川普真的不知道尼尔森是谁，因为这个人也很年轻，他去年才当上总理，对啊，才30几岁而已，非常年轻的一个总理，他可能真的也不知道。但是重点不在格陵兰了，重点是美国如果真的做了这件事，把格陵兰吃下来之后，请问一下，北约是不是要主动解散？因为丹麦是北约的一员，那北约是攻守同盟啊，你任何一个成员遭受到攻击，必须要反击。那结果你去攻击自己的成员，那请问一下，那北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所以川普这个举动根本上就是在瓦解北约嘛。那也许川普觉得北约瓦解就瓦解啊，反正我也不在乎，反正川普很多东西他根本就想退出了。可是如果北约瓦解了，那这个世界就会开始失去控制、失去秩序，很多东西会越来越混乱。那这是川普想要的吗？如果川普想要这样的话，那就去做啊。我觉得普丁跟习近平都会非常高兴。你自己要自毁长城，这是 OK 的，没什么问题。那我觉得某一些看法可能真的没错，在川普的想法里头，他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我美国有这个实力，而且格陵兰本来就是美洲的一员，所以它应该属于我美国，根本跟你欧洲没有关系。在地理上确实也是这样的，可是问题是它是有历史渊源的嘛，所以我觉得川普如果执意这样去做的话，大概就是到最后只能跟他的欧洲盟友交恶。北约大概就自动瓦解。那
中俄一定会非常高兴。那至于说白俄这边现在欧洲的这些军队在集结，其实这就是他们对俄罗斯的恐惧所造成的一种防范。他们把联军放在那个地方，希望能够威吓住俄罗斯，让俄罗斯不要再进一步攻击。可是我觉得他们完全想错什么？俄罗斯为什么要把核武摆在那个地方？其实并不代表他要进攻欧洲，而是他也怕你过来，你来支援乌克兰，所以我就故意摆了这个在白俄罗斯那个地方，我就警告你不要再接近，你再接近我可能就会动手。所以我觉得那正好，你把欧洲联军全部都摆在这个白俄罗斯那边的时候，你就没有空来帮乌克兰了。这普丁一样达成他的目标 ，OK 的。那事实上，我觉得搞不好欧洲人也是知道这件事，他们也是故意的。他在告诉泽连斯基，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要应付俄罗斯对我们的攻击，所以我没空帮你。所以就是大家互相装傻，搞不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至于卡尼呢？卡尼当然他跟美国现在川普实在是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发，所以他只好赶快去寻求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合作。可是能够合作到多少？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对这种合作越来越谨慎。你看他对李在明，即使李在明做足了功夫，他也没有承诺他太多的东西。那对卡尼就更不可能会承诺太多的东西。那最主要的就是他知道你加拿大还是离不开美国嘛，所以你能够跟中国大陆合作到哪里去，这就看卡尼能够做到什么。来请教将军。这川普真的是北约的搅屎棍哈。现在北约这个应付俄乌战争已经腾不出手来了，结果没想到在屁股后面捅刀的居然是自己的盟友。现在俄乌战场上面，这个俄罗斯已经展开他所谓的冬季攻势。不管是在顿巴斯的北边和库比扬斯克中间，这个红利曼南边来讲，库班那边这个3线已经在，而且攻势都非常的凌厉。那乌克兰来讲，现在因为大家重点都在关心格陵兰，倒没有人去注意俄乌战场状况。事实上，乌克兰现在来讲的话，3线北中南全部都在非常危急失利的状态。那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北约必须要屯驻大量的兵力在这个白俄罗斯的边界，主要是原因是这个，但是没想到这时候这个川普自己在自家人屁股后面捅刀。我认为你讲那些都不是理由了。你说格陵兰有稀土，那如果说真的是稀土那么值钱的话，那所有开发商早就去挖了，还轮得到你这时候去抢吗？其实稀土这种东西不稀也不土它不是土，它是稀有的一个金属，中重金属。那它也不稀，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说有主要是开采你容不容易，开采成本高不高。那如果说你在格陵兰这种冰洞到达1公里那么深的洞土里面要去挖，其实是非常困难。就算它有，你也很困难。就像日本现在想要到南寮岛去挖这个稀土，但是它水深到6公里那么深的这种地方，水压是很大的，那你开采出来，那成本到多少，划不划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川普纯粹只是要满足他的这种开疆辟土的帝王梦他梦想自己是不是在历史上可以留名就像是美国曾经这个买下阿拉斯加一样那你看他就算是你真的因为地缘上面的需要，在战略上面需要，北约一定会跟你合作嘛。当然，我就会北极圈这个地方确实是俄罗斯的天下，俄罗斯在这个地方。光它的破冰船就有40几艘，其中有2-3艘都是核子动力的破冰船。反观加拿大在这边的破冰船只有2-3艘而已。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北约目前现在确实是俄罗斯的天下，那美国如果说你想说，基于这个维护整个北约的安全，你大可以用租借或在那边驻军的方式，你用买的，我觉得也无所谓。可是你看川普，他就是要用兵力去占领，那代表什么？他只是满足自己个人的那种。帝王开疆辟土，找一个小国然后用武力去占领，然后让他可以在历史上面留名。我觉得这是当然了，可以说整个我认为这北约真的是搅屎棍，北约已经老死了，然后再加上川普这一招下去的话，我看北约真的马上解散了。是，川普已经把天下搞得大乱了。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家发生在1年多前，就是2024年年底南韩的前总统尹锡悦那个时候的戒严事件让他锒铛入狱。现在呢，检方
要求处他死刑，因为叫做内乱罪哦。那我们当然看到呢，一审的宣判会在2月19号判，可是外界认为，即使尹锡悦被判死刑，可是实际真的让他处死或者是执行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从1997年以来南韩跟台湾一样很少执行南韩是完完全全停止执行死刑，形同实质废死的国家。那尹锡悦听到检方要求处死刑这件事情，他非常生气据说在法庭之内怒吼了89分钟。他说我是为了保护自由跟主权呐，你们怎么可以判我死刑？他说他当时要做戒严这件事情是一种警告，而他宣布戒严是由于反国家势力的暴政所以他在法庭里面大吼大叫。那我们再来看看呢，现任的南韩的这个总统李在明他是跑到日本跟高市早苗来见面了。两个人其实看起来有这一出戏他们拿起了鼓棒合奏 BTS 跟猎魔女团的神曲最近非常夯的一个这个动画片。两个人在鼓棒上面签名，还交换留念，然后让媒体来拍摄，看起来其乐融融好像这个感情非常好。可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赠送他这个爵士鼓棒呢？说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乐器刚柔并济李在明的意思是说，你高市刚柔并济，跟你的政治哲学有一个呼应。那两个人还跑去了法隆寺，这个地方是全球最早用木头建成的一个建筑。那说是因为朝鲜半岛传来的佛教文化，所以有一个日韩合作的一个象征。那当然呢，行礼如仪这些表面上让媒体拍照的都有了。可是中间还有刀光剑影两个人谈到区域稳定，包括我们看到呢，高市先呼吁韩国总统李在明协助确保区域稳定。可是李在明特意讲说，韩中日我们要合作。那高市的回应呢，是完完全全只字未提中国所以这个也是刀光剑影，高来高去啊。那日中现在外交持续紧张的这个大氛围的状况之下媒体就说奈良行检验李在明的外交平衡术。李在明说，从东北亚和平稳定的角度，不希望中日走向对立，希望这两个国家透过对话圆满化解。可是日本包括高市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日本的安保文件可能会新增一个加强太平洋防卫，这是来自于读卖新闻的报道说这个自卫队呢，在建设港口跑道跟雷达监视网络的必要性，以便在太平洋地区展开广泛的军事行动，所以他们要通过或增加像这样子一个防卫，加强太平洋防卫的一个条文说这个是设置为今年修订的安保3文件的核心内容。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就批评日本以美制华那源自于日本的防卫这个大臣见了美国印太司令两个人握手。那中国大陆的学者就说，日本企图在这个地区煽动危机怂恿行使推动美国介入，看起来两国的外交冲突一时半刻不可能落幕。韩国对于这个尹锡悦当总统的时候突然间宣布戒严，而且要逮捕政党的领袖他们认为这是叛国罪。我还记得台湾当时在立法部门也有单位那么也有一个政党小编也这样子一个相互呼应那我们也看到有某一个政党颜色也很特别的那个政党也是在呼应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一发现美国的态度不一样，因为美国不同意这个戒严，不同意政变，他的态度就立刻转变了，赶快撤文。但是撤文并没有处分这个小编也没有处分这个在立法院的负责人，这个也很特别这等于是暗中默许的意思。但是韩国人很绝对，立场也很清楚。虽然您刚刚有提到了，最终不可能不可能执行死刑也可能特赦，也可能终身监禁都有可能。但是问题就在于韩国人的立场很清楚，想要宣布戒严，想要发动政变，想要逮捕政党领袖，想用司法作为工具来破坏政治，进行政治斗争，韩国人不接受，韩国的法院不接受，韩国的法官不接受，韩国的检察官不接受，有 guts， 我佩服得不得了因为我也很期待我们也能够有韩国的
这样的一个水平，甚至超越韩国的水平。我觉得这很重要啊，千万不要用司法的方法来进行政治斗争。我觉得这点要坚持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李在明的手段柔和灵巧，但是问题就是柔和灵巧，各方的反应跟动作不会一样的，到最后你也可以说他八面玲珑，全部都四方都吃得通，到时候也可能是八面都不玲珑，四方都吃不通了。为什么？因为您也知道，这种灵活的一个政策、灵活的战略啊，只要有哪一个角落开始压力越大，它一旦承受不了压力的时候，骨牌效应就接连发生了啊。现在李在明还能走多远，我们都在观察。为什么？因为美国还没出手啊。李在明现在好像把川普也捋得蛮顺的。跟大陆也缓和了很多，现在在跟日本就展现出它的灵活的这个外交的一个手段，但是问题是碰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他的立场就出来了，我不介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个是你们中国跟日本之间的事，跟我韩国无关，我不碰。可是高市长已经在说了，我们美日韩有三角军事同盟关系，我们有区域安全的一个保障，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如果美国也跳进来了呢？美国也跳进来说，我们美日韩的三角同盟关系，我们要举行更大的规模的军演，而军演可能就在靠近黄海的地方，或者在日本海靠近朝鲜的地方，或者靠近俄罗斯的地方。那俄罗斯会不会开始有意见了？朝鲜会不会有意见了？因为李在明他希望透过中国大陆能够缓和改善他跟朝鲜的关系，也能够缓和改善他跟俄罗斯的关系。但问题就来了，问题就在于，当美国开始要求说你给我履行这个合约，履行军事三角同盟条约，以及美国跟日本他开始在印太司令这个部分里面开始给韩国施加压力的时候，那李在明要顶得住啊。如果李在明顶不住的话，那很有可能一个角落塌了，就全部又都塌了。我想这个其实韩国的政治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为什么每一届的领导人上来，绝大部分都想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最终都没有一个好下场。朴槿惠那时候10年前的时候去出席参加93阅兵，对，结果回来就是闺蜜们的案子就出来了，对，爆开，最后她还被弹劾，对不对？对。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文在寅。文在寅其实也很想调和两韩之间的关系，但最终为什么他也更努力的要缓和跟中国的关系？为什么到最后都走不下去？然后尹锡悦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是说我就是反中反到底。那反中反到底，他的下场就是被弹劾、阶下囚，现在还被处死刑。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韩国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角色，它在于多强之间，也就是在于俄罗斯、中国大陆、美国、日本等多强之间，再加上它的国家分裂，它的处境坦白说是很艰难，它能够活动的空间也不大。但是问题就在于它的政府的领导人面对于国内有一群崇洋、崇美、崇到不得了的这些人，也面临了一群人反美、反得不得了的一群人，所以它的内部里面也错综复杂，纠之不起。它的周边也是如此。你想韩国还有多少空间？我都认为再怎么努力，空间都不大。所以这个国家的好多总统，其实他们的下场都不太好，都不太好。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这个尹锡悦被判死刑，当然这就是检察官的一个求刑呐，其实不是真的被判了，那只是检察官认为他犯的罪实在太恶劣，所以要求处死刑，这是一个态度。那实际上尹锡悦在听到死刑的时候，他还冷笑了一下。哦，真的吗？他现场还冷笑了一下。就是他大概心里在想，你唬我，从来已经多久没执行死刑了？他也是律师，他是检察官，是啊，他是检察官，就被判死刑，所以他还觉得你大概在唬我吧。那当然他在法庭上还是据理力争，可是他还是坚持他当初戒严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全，所以这代表什么？这个人到现在都没认错。那大家没有注意到吗？台湾有个人讲法跟他一模一样。你不觉得吗？也都不认错。对啊，都不认错。他到现在坚持什么东西也是为了国家安全啊。
所以以国家安全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这就是尹锡悦现在的罪状。那台湾未来是不是有一个人也是同样的罪状？太可怕了。对啊，而且那一个当初写这个东西的小编，请问一下，他出来认错道歉了吗？没有啊，这个人就躲起来就消失了。到底有没有这个小编啊？还是根本是民进党的知名人物写的？不晓得啊。民进党现在就当作这件事没发生啊，所以可以这样子的吗？我觉得这个应该给很多人一个警惕啊。你喜欢想搞戒严，想搞独裁，到最后的下场就是这样，管你是用什么名义。那至于李在明，我们早在他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他是非常长袖善舞，而且是精心准备。你看他在北京就赶快去跟习近平自拍啊，然后称赞一大堆东西啊，对啊，什么东西都好棒棒啊。到了日本马上去跟高市早苗打鼓。但是我必须说，这两个东西间隔太近，对，特别是中日现在很紧张的时候，你去跟高市早苗做这么亲近的这样一个举动，反而会让他之前在北京的一些努力被扣分了。我觉得习近平大概对他的观察就会拉的时间更长，因为想要看你到底打算做到什么程度。但是很明显的，李在明的策略就是我各方都不要得罪，那我也不试图去当中间的调人。就你们自己解决，因为我韩国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你们就中日自己去解决吧。他希望的是，我跟你们各方叫好之后，你们想办法帮我解决我跟北韩之间的问题，这才是他真正重要的目的。那至于生意，我们当然能够尽量做就尽量做。所以我觉得他的目标是很明确。我个人是认为，对中小型国家来说，李在明才是最值得参考的人。其实讲实在话，我觉得中小型国家本来就是要这样才能生存啊。你没事装什么大爷，或者没事讲什么强硬的话，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那导致日本这边呢，因为他自己大概也知道跟中国大陆关系很难好，所以他现在就是抱团美国。可是问题来了，美国现在正不想跟中国大陆正面冲突抗争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恐怕他去求美国效果是非常有限。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很多人在讨论日本有没有可能要恢复军国主义那样子的一个心哦，包括修订安保3文件哦，像这样子的报道都有出来。我觉得日本很明显的高市早苗他一心就想要将日本所谓正常国家化，建立他的军事武力啊。那当然，这个在美国这个支持之下他也想往这方面来做，因为美国想要借助日本来对抗这个亚洲地区、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这2个陆权的国家。但是日本打这个算盘会不会成功？我觉得要打仗，他这个赌注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川普现在是一个很难捉摸的人，现在或许他利用日本，但如果有一天他将日本视为弃子，他不管的话，那你日本现在毕竟你面对的，你在这个整个东北亚地区，你面对的是2个军事的大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尤其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中俄2国现在正在没有说联合，可是各自针对你日本正在实施军演。俄罗斯现在正在北方四岛实施实弹射击的这个演习，那中国来讲用4艘万吨大驱正在渤海做军演，那很明显是针对你日本。当然你现在可以借着说所谓的太平洋这个条约太平洋防卫的条约，很明显的美国就想借助你日本在这边堵住对抗中俄2国。可是如果有朝一日这个美国他发现说是他自己国家的实力慢慢已经在走下坡，他只要做好自己顾好自己的这种这个美洲地区，包括中南美洲地区，就唐罗主义如果实现的话那你日本会不会被美国视为弃子？在那个时候，你如何去面对这2个国家？你要知道，这个地缘战略是非常重要。你日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国土的纵深，你又四周环海，如果说美国没办法提供你的这种作战后勤以及持续的资源，我觉得你是要对抗这2个国家，那确实是非常难的事情。